夜来风急，偏挑灯夜行，星月落尽，挥袖扬长曲。归去来兮，且听风解雨，比拟乾坤，燕带笑意。方圆千里，哪有清净地？望断归路，图一时清晰。天涯小梦醉，我没人惜，有何所惜，有何所惧？哦，谈笑风生，鲜衣怒马，不忘江湖行。潇洒一身红尘，一梦快意天和地。哦，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残年又是尽，豪气千万里。踏浪而去，下风云，几度春秋，人在江湖行。哦，怒气驱满荆棘，我心意就像过谈笑风生，鲜衣怒马，不忘江湖行。潇洒一身红尘，一梦快意天和地。哦，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残年又是尽，豪气千万里。随我踏浪而去。看来这幅绘件的价值确实不小啊。华明初同意对局了。如你所料。您不必担心绘卷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下。白老板，将军百战，您准备的如何了？将军百战的事情就不用你替我操心了。我在广州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对百战旗还是很熟悉的。我会按照你说的来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其他的细节。那个什么，益阳行的丫头关好了吗？关好了，请您放心，咱们的弟兄啊，没几个人知道。隐蔽，但不能缺少看守，可别让他跑了。白老板放心，那丫头已经让我用五轮锁锁住，插翅难飞。这五轮锁上我还加了5个炸弹，稍有差池即可爆炸。别说那小丫头，连拆锁人也是难逃一死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安心地参加将军百战，而我即刻出发。房主，第1班开始集结。房主，第2班人手集结完毕。好，待命。是。房主，第3班集结启程。很好。日后就听姓冯的安排，让第4班的人动作快点。是。莫之山向来对持卷人敌意颇重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将军百战，我看并非是诚意结尾。唉，这白锦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，我看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就算我们赢了什么百战，他也未必会放了溪水姑娘。是啊，明天这一局十分凶险，看不出任何胜算。我看持卷人还是不要去，不能再把你搭进去。也不知道溪水姑娘他们那边怎么样了。找到溪水了，在哪儿？老李泉，南城仓库。那还下什么棋呀？赶紧去救他吧！白锦此举是想让我骑虎难下。
因为他用了万山河做了赌注。我仔细观察过，锁住溪水的是我末班的五轮环锁。五环锁是将四肢和腰间分别套住5个连环齿轮的锁。没有钥匙，只能手工拆解，且轨道极其复杂。手工就手工吧，不就是费些时间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是为了救人，这有什么为难的？五轮锁上配有炸弹。没想到这白锦居然如此狠毒，他根本就没想放人。我可以拆，但需要时间。多久？至少2个小时。没问题。明天将军百战的时候，我会尽力拖住白锦和他心腹2个小时。秀娘和启明在外增援应变。现在就是缺少一个身手灵便又信得过的人，跟小柯一起去仓库救溪水。可惜花谷不在，不然他去正合适。我也行啊。什么人？还能是谁？爵爷呀！哟，你这是什么功夫啊？怎么着，还不错吧？他们那金丝线啊，我用不习惯，用着挺好。我从谛听那儿听说花果受了伤，我觉得持卷人身边不能没个身手灵巧的帮手，我就连忙跑来了广州。李傕见过持卷人。哼。师哥，都怪我逞强任性，害了自己，还拖累了你。要是能活下来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操心，一定不让你为难。前辈，两位到齐了。白经理，持卷人，将军百战，乃是棋局。两位是将军，只可各自带一名幕僚，作为军师。人多了便不作数。我既是主帅，也是军师，1人便可。白老板都不带，我也不占这个便宜。你的军师不是已经到了吗？姐。你就是钟大小姐。幸会了。有末班和神通2行坐镇，持卷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。可是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。什么意思？白锦那么熟悉广州，这对华明初来说太不利了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有了。玉先生，末班阁就在后边那条街，您挪几步就到了。秦明老板，你是要我去管外八行和白锦争斗的闲事儿？这怎么能是闲事儿呢？您都来我们戏院好几回了，咱们大家也算是朋友了，对吧？朋友？谁给你的胆子？
敢说跟我们玉先生是朋友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失言了，不是朋友，不是朋友。这事儿还得麻烦玉先生出手相助，帮帮华民处。我去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？白金与我们云门争斗数年，而外八行是敌是友尚不分明。他们之间斗得你死我活，对我云门正是好事儿。这年头啊，大家都很忙的，我也有生意要做，许多兄弟们还等着吃饭呢。启明老板，不是，玉先生，可是，哎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哎，玉先生，玉先生，走啊你！呸！什么玉先生，什么华人义士，我看也就是吹牛罢了。白锦在那广州城里欺压百姓，胡作非为，囤积居奇，勒索敲诈，他把坏事都干尽了。对付他，你还管我要什么好处？别人平时都称颂你玉步堂胸怀天下，我看也不过就是沽名钓誉，徒有虚名罢了。好，决胜师已经就位，各位，随我进末班阁吧。这位是江湖中最德高望重的前辈，八仙。见过八仙前辈。前辈，前辈，醒了，前辈。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哎，老不正经。怎么了，小日山，在你这打个盹儿又不乐意了？你看，前辈，来点正经的啊！这位是老礼泉总经理白锦。见过八仙前辈。哎呀，还是你小子好看。别闹了，前辈。行了，来吧，咱们。将军百战。你回来，藏着点儿。哎，柯叔，我怎么没看到他？你确定他在里边？昨天就在这里看到溪水被锁住的。走。将军百战，区别于纸上谈兵，博弈双方需许诺，彼此接受的，双方对等的，战利品赌注。古时候，小则金银，大则城池，为的是以最小的代价，避免战争的杀戮。今天，既然大家都同意，以将军百战的方式对决，就请你们拿上各自的赌注吧。
若父所制女一养师还于外八行，万山河绘卷交于外八行。若父，墨班一行无条件为老李全锻造墨钢武器。开始吧，前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像有人想要入局是吧？若负，则云门半数地盘交于老李全；若胜，则墨班一行配合云门行动。于步堂，这是我和外八行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关乎广州百姓的安宁和生计，怎会与我无关？战局将开，也能有人临时加入？玉先生在广州举足轻重，他有资格参与其中。不过，我们墨班一行怎么变得任人鱼肉了？云门不求墨班去造武器，造些车床、机械兜售，不过分吧？那就开始吧。请军师策官。我观其不语。出去。起，则千古杀伐；止，则将军百战。将军百战，千百年前由墨班所创，用来模拟战争、推演战局。天子之弩流血飘杵，打来打去，伤的是百姓。这将军百战，就是用来让那些人知道，战乱之祸有多可怕。正所谓以谋化武，以论止战。今天的百战局，舞台就是整个广州城。将军百战，会有末班师根据三位所言谋略，实时演化。金沙为八行，黄沙为云门，黑沙为老李全。最终清剿对方势力者得胜。
城西车站，查。行事之前不查区域归属，那我就先来个见面礼了。城西火车站为我老李全的地盘，是有伏兵的。所以这场将军百战，是100%还原了眼下的广州，清晰到每条街道、每个商铺。所以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收集情报。你不会是在随意行动吧？我就是核查一下，看看这个游戏是不是如我所想。民初小友，你可不能把这个当作游戏了。多谢玉前辈提醒。哼，云门总堂，断。8行谛听1行，隐秘而行，搜集资料。这份卷宗详细记录了广州地区的方方面面，涉及民生、军政、资源、技术水准、环境、地理等，也包括了明面上的势力分布。这不公平！所谓的谛听有这能力？有。兵者，诡道也。剑为王。我虽然不了解广州，但这可以弥补。可是白老板毕竟只是个商人，对真正在底层谋生活的江湖人，江湖本事又能知道多少？咱们得快点了，外部的炸弹隐患已经排除，但咱们也只剩不到小半个时辰了。你头太大了，都等着我了。给我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诸位，白老板让我给兄弟们送点吃的，说大家辛苦了。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是不是骗我的？怎么可能呢？咱都是白老板的人，包里边全是吃的。不信你看，爷您过来看啊！啊，您看，来，您看。哎呀！怎么着，小爷这功夫？溪水，溪水，可叔，哎，这什么呀？不好，
计时器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刚刚进来，触碰到机关，5个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啊，就是说这炸弹你拆错一步会爆，就算一个都没拆错，但时间到了也会爆。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？30分钟。啊！柯叔，快点，你可以的。仔细看看你的金沙边界，全都集中在珠江下游，那里全都是牢里全在把控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欺压百姓的人都不会有受善终。现在铁路和官道已被军队封锁，广州的交通全靠船路。你们得罪我老李全，恐怕是进城容易出城难，城门一关，对付你们外八行，还不是瓮中捉鳖？我们想的一样吗？应该8、9不离10吧。老李全勾结洋人，霸占车站，设置关卡勒索那些商人，压榨工人的工资，这样不仁不义的买卖，恐怕是不太稳定吧？还是说，你觉得他们一直可以长期受你的压迫？吓死我了！继续。白老板就这么自信，车站被你牢牢控制了？哼！我劝你们就别打车站的主意了。粤军司令是我的好友，这些年他征战，我没少给他捐助。你们要是影响了我的生意，他买大炮的军费就泡汤了。你觉得他会坐视不理吗？驻军5万人，火枪4万支，大炮60门。不管是劳工还是你们外八行，都是血肉之躯，难道不怕死吗？原来白老板是粤军的傀儡呀，所以可以在广州城内为所欲为。但是我和小初要说的，就是这粤军。不知道玉先生跟粤军的关系如何？粤军的陈司令，我虽然不太熟悉，但他的上司我可熟悉得很。我在美国之时就和这位先生有故。不知粤军司令和这位先生哪个更具有话语权？得罪了，请。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柯叔厉害呀！这眼镜真不是白戴的。快，最后一个了，快点！行了，别催他，他可以的。
南城粮仓。没有车站的生意又怎么样？眼下军队逼近月底，兵荒马乱，最大的生意永远都是油粮。你拿下了油粮生意？我手里握住了两广80%的米粮，共百八13万担。我如果扣住不卖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要哄抬粮价？早1个月晚1个月卖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，但是那些穷苦的百姓可就遭殃了。要想救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买进我手里所有的存粮。我云门的底子还是足够应付你的花招的，给百姓留口饭吃。按往年粮食的最高点乘2倍、10倍，甚至100倍去算，也禁不住这样的折腾吧？难道玉先生的底子比广州13行更殷实？白姐，你想过控制稻农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人命会有油粮值钱吗？你们云门既然打算与外八行互通有无、相互勾结，就别怪我用这样的方法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谁让这个世间本就弱肉强食？我白锦没那种浪好心，我只要真金白银。随着粮油的价码由我一人决定，这广州城谁酒吃肉林，谁恶骨嶙峋，也只有我说了算。怎么回事，柯叔？没时间了，前面4个不都挺快的吗？柯叔，你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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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太棒了，柯叔，你太棒了！不好，地势爆破，快跑！快走！不对，你这样大费周章的，不会只是为了毁掉我云门的金钱储备吧？不愧是玉先生，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。白锦，
你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玉先生的产业，而是广州百姓的田地。这里是广州最大的万亩良田。如果那些稻农知道我把粮食卖出这么高的价钱，是不是都抢着来找我呢？认输吗？还是想花时间琢磨？二位，你们可曾听说过渔民工会和铁匠合作社？你们没听说过也不奇怪，这是2个很小的谋生组织，但是这样的组织，在广州没有1000也有800。白老板习惯了指点江山，调兵遣将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是你手里握着整个广州的优良命脉，你很危险呐。这些白老板看不起的闲散百姓，懒散、游手好闲且没什么大追求的糊涂蛋，看似宛如散沙，完全无法统一调度。但一旦出现一致的敌人，这些人怕是会狗急跳墙。白老板所动的粮草，确实让我和玉步堂先生非常被动，但同时，你也是在要这些人的命。这些狗屁不通的东西，能有多大能耐？我云门一向提倡不忘本。白老板10年前混迹广州之时，你的老李全不也是这般吗？据我所知，之前的老李全经常被人笑话，说是老大是个女人。但是现在事力至此，不得不佩服。但是白老板别忘了，那些小组织的本能，还有毅力。那又怎样？我老李全人多势众。白锦，你好好看看你的人多势众。你的人手已经被云门和外八行彻底牵制住了。前辈，如果有一方的将军被制服，是否可以定胜负了？将军败走，自然算负。我要是败了，你也斗不过云门，最后成功者只有一人。在你的世界里，从来就没有同盟2个字吧？玉步堂，你从一开始就配合着华民初，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胜了，就能得到末班一行，云门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白老板，除了吞并，还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。民初小友，你这手纵横玩得漂亮，你不愧为是一个天生的领袖。先生谬赞了。华民初，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吧？我猜他的下一句是：“我认输。”我认输。承让。我就说吧，这小子有意思。
前辈，这次多谢了。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意大动干戈。我其实也想找个机会放下那些江湖营生了。小友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嗯。白锦，人呢？我愿赌服输，稍后让他们把人放了。师哥，真是滴水不漏。蟋蟀，这次是我不对，但你以后不能再乱跑了啊！我以后不乱跑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救我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我的心自己听，它轻轻搅动黎明。我痛苦，我高兴，一个人寻找着路径。每次有一些发酸，是悲伤充满了冬天，无法呼吸。只是风而已，风而已，心中轨迹不因时光转移。我自言自语，很默契，兴奋等待那一刻燃烧的时机。看掉的是冬季，是冬季。我把梦给你，留给你，独自爬上长夜的悬崖峭壁。我自言自语，问记忆，重拾起那一切发光的诗句，看掉这漫长冬季长出的是